印度军队日前遭到某武装组织偷袭伏击，死伤惨重，但印度媒体却强行将导致这一情况的黑锅扣在了中国头上，理由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一起来看看具体情况究竟如何。Hello， 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印度目前的局势可谓是困难重重，对内新冠疫情严重失控，整个国家新冠感染率飙升，累计3000多万人患病，40多万人病亡，这些都对印度国家的稳定和经济造成了重大的打击。而且印共组织和其他反政府组织也在印度内部进行游击活动，经常让印度军警疲于奔命。对外，印度针对中巴咄咄逼人，大量调兵遣将，搭建运兵隧道，举行临战演习，一副随时准备两线作战的姿态，让印度国民为之振奋。但是明白人都知道，目前印度的自身实力已经无法进行对外大规模作战了，因此印度开始转移焦点，对中国进行无端的抹黑。正好上周爆发的印军遭袭事件，成为了印度方面对外转移矛盾的最佳标靶。近期，在印度东北部的曼尼普尔邦，一支印军巡逻队在此遭遇了叛军的埋伏偷袭。这支印军巡逻队的来头可不小，是印度的阿萨姆步枪队。阿萨姆步枪队是印度的武装警察部队，同时也是印度最古老的大规模武装力量。原型是19世纪英殖印度的保安队。目前，阿萨姆步枪队共有46个营，6万多人，专注于缅甸与印度边境地区的巡防。明面上叫警察，但实际上就是一支相对精锐的轻步兵部队。此次遭受袭击的部队乃是阿萨姆步枪队第46营。该营营长带领部队坐车前往目的地时，遇到了武装分子放置的路边炸弹爆破，印军车队当即停下，随即遭到轻武器的密集射击。事后，据印度官方公布的数据，此次袭击造成印度部队7人死亡，另有大于这个数字的印军受伤。印度总理莫迪随后表示谴责此次袭击行为。后续，印度国内知名武装组织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发表声明，宣称对此袭击事件负责。但是集体失明的印度媒体可不管这些，闻风而动的印媒开始编排中国支持了此次行动的事实和证据。其中最可笑的一条理由，是因为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的名称后面5个字是人民解放军，这名称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名称一模一样，因此一定是中国在背后指使了此次袭击。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是中国支援组建的反印度武装。由此可见，部分印媒的智商简直是连小学生都不如，纯粹是虚空打靶，为黑而黑，没有一点逻辑性。消息爆出之后，又有不少印度媒体将矛头对准了中国。援引印度军队的现役高级军官的话，有模有样地宣称此次袭击可能是中国背后指使的，而为了应对当前的局势，必须紧盯着中国。同时，针对此次袭击找出了3大所谓证据，给中方扣上了黑锅。虎妞这就来给大伙捋一捋这所谓的3大证据。第一，中印之间因为边境问题争端已久，为了对中国确保战略威慑能力，印度在中印边境地区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仅从今年6月份开始，中印边境印度一线陆军总数就从15万增加至20万军队，对中国边防军形成了巨大的军事压力。那么，如果中方支持靠近缅甸的武装组织，那么印度方面就需要加强在曼尼普尔邦的清剿行动。这样一来，可能会调走中印边境的部队回到曼尼普尔邦，此举正中中国下怀。因此，具有侵略性的中国采用这种成本低的方式，使得印度陷入被动局面是有可能的。第二，在印度东北地区的叛乱武装分子与缅甸的地方武装关系密切，而且这些缅甸的地方武装分子使用的是中国产的轻武器，这些武器正在流入印度武装分子手中，中方有可能通过缅甸地方武装帮助印度反叛分子，更好地削弱印度政府对于边境地区的控制。上万印度士兵忍饥挨饿，最后没办法才给开凿了一条隧道。即便如此，也只能解决一部分印度士兵的给养问题。就凭这些臭鱼烂虾，根本就不是解放军对手，何谈给解放军造成压力？其次就是印媒对于中国国产武器传入印度国内武装组织以及反叛组织的信仰和中国归为一谈，也是没有根据的印象。中国曾经向缅甸政府军出口给国产武器，只不过政府军的武器部分被缅甸地方武装缴获，
因此才会流落到部分印度反叛分子手中。最后则是所谓信仰问题，纯属驴唇不对马嘴。印度反叛组织推崇马克思，就是和中国勾结。这方面上纲上线的印度咋不去找德国？马克思就是德国人，按照印度媒体的思维理解，那就是这个德国人害的印度出现了分裂组织，所以德国要因此负责任。这可比胡乱给中国扣黑锅要靠谱。